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天冷了要多吃佛手瓜，今天用佛手瓜来分享一个非常营养又好吃的做法，出锅比吃补药还补。我家一周吃7次，营养又解馋，天越冷就越想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根据家里人的数量准备适量的佛手瓜，我这里准备了4个。我们先把佛手瓜放一旁备用，再准备10颗莲子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倒适量的清水没过莲子，用手搅拌，搅匀后放一旁浸泡半小时。接着准备1斤排骨，把它放入大碗中。排骨呢，我们最好选择乐排，这个位置的排骨更加好吃。往里边加一勺食盐，再加一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排骨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像这种刚买回来的排骨表面都会有一些猪毛，这个猪毛呢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面粉呢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排骨表面的猪毛和杂质，尽量多抓拌一会儿，抓拌至感觉特别粘手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排骨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菜篮子里边，控干水分备用。接着再准备1块生姜，给它切成薄片，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1根大葱，给它切成葱段，切好后也放入盘中。起锅烧热，不用放油，把排骨放入锅中，加入几片姜片和葱段，再加一勺料酒去腥，倒适量的冷水没过排骨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开大火烧开，给排骨焯一下水，这样可以去除排骨的腥味。随着水温慢慢的升高，表面会漂浮着一层浮沫，这个浮沫呢就是排骨腥味的根源，用勺子把这些浮沫给它撇干净。全部撇干净以后，再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再煮5分钟。5分钟后我们排骨煮的差不多了，再用漏勺捞出来，放入热水中，这里一定要放入热水。再把排骨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浮沫清洗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放2个草果，加入草果呢可以去腥增香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把草果炒出香味，翻炒至草果变成这种金黄色，再加入葱姜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再把排骨放进来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开大火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炒糊了，再翻炒2-3分钟左右，翻炒至排骨表皮微微发黄，像这样。再倒适量的开水，这一步呢一定要加开水，这样煮出来的汤汁才会浓白。然后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开大火烧开，烧开后转中火，盖上盖子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看一下汤汁浓白的。然后用漏勺把里面的葱姜给它捞出来，不要了，因为葱姜的香味已经煮出来了，没有必要再留在锅里了。全部捞干净以后就可以关火了。再准备1个砂锅，把排骨和汤汁全部倒入砂锅里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转中火焖30分钟，把排骨炖至软烂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再来处理佛手瓜，把洗净后的佛手瓜放在案板上，用刀把2头切下来，不要了，再把佛手瓜对半切开，然后取1块佛手瓜给它1分为2，再把佛手瓜切成小块，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一些山药，
洗净后放在案板上，选择粗的一头，插上一根筷子，然后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左手拿住筷子，右手拿住削皮刀，把山药皮削掉。我们在给山药去皮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，防止山药的粘液粘到手上，手会特别痒。去皮后再把山药切成小段，宽约1到2厘米左右，尽量切得均匀一些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处理好的莲子把它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几个洗净后的红枣一起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排骨炖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，排骨炖得软烂了。然后再把佛手瓜放进来，再放入山药、莲子和红枣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搅匀后盖上盖子，再煮10分钟。把佛手瓜和山药煮熟，10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用勺子搅拌一下，看一下现在的山药和佛手瓜已经煮软了。这时候呢，再来调一下味，加2勺食盐，继续用勺子搅拌均匀。其他的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，搅匀后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出锅前再撒点枸杞点缀一下，这样会更加的营养好吃。再撒点葱花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佛手瓜排骨汤就做好了。煮好的汤一端上桌，奶白奶白的色泽超诱人，轻抿一口，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爆开，浓郁醇厚，满满的骨胶原质感，却丝毫不腻，暖乎乎顺着喉咙滑下，全身都舒坦了。再尝尝里面的料，佛手瓜清甜脆嫩，炖煮后仍保留些许爽口，山药软糯绵密，入口即化，带着清甜，莲子呢粉粉的，排骨提前煎至金黄，那叫一个香啊，油脂都被逼出来了，带着焦香，吃着特香。红枣香甜味全融在汤里，每一口都像挖到宝藏。这一锅融合了食材们各自独特的味道，又相互成就，炖出一整个清甜温润的小世界。喝完整个人都被治愈了。天冷的时候这样来上一碗，从头暖到脚，暖心暖胃巨舒服。做法超级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